有一段时间，我常常在心里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会想，是不是我内心哪里不对，所以才会一再遇到让我失望的人？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意思说出口，因为它不是在怪谁，而是慢慢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。如果你也曾经在某些关系之后，开始怀疑自己、检讨自己，甚至想过，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？那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，你并不孤单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是要分析谁对谁错，也不是要告诉你该怎么看人，我只是想很诚实地分享我走过的一段内在历程。我发现，当一个人开始看清人性之后，很容易走到一个阶段，就是反过来检讨自己。我们会想，是不是我太容易相信？是不是我给太多？是不是我内心其实也想要什么回报？这种反省表面上看起来很成熟，但其实有时候它背后藏着一种很深的疲惫，因为你已经不想再怪任何人了，却又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要放到哪里。我那时候就是这样，没有愤怒，更多的是困惑。我甚至会觉得，如果答案是我不好，那至少事情有一个解释。我想分享一个很小的片刻。那时候，我其实已经隐约感觉到不对劲了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。不是因为对方说了什么漂亮的话，而是因为我不想用怀疑的眼光看人。直到某一个我已经提醒过自己，却还是一再出现的反应。不是很大的事，也不是什么戏剧化的冲突，只是那一刻，我突然很清楚地知道，我如果再留在这个位置，我是在消耗自己。那一瞬间，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想讨回公道，我只是很清楚地感觉到，
我不能再这样对自己了。有时候我也会停下来想，在这段关系里，我是不是对连结有过多的期待？重新看贪这个念头，后来我慢慢发现，我一开始以为的贪，其实并不是我真正的状态。真正的贪，通常是想从别人身上拿东西，想控制结果，或明知道不对，却还想占便宜。但我回头看自己，发现我比较像是另一种人。我希望事情能顺利，希望关系是真诚的，也愿意多付出一点，让彼此好好相处。这不是贪，比较像是我太早把信任交出去了。而有些人并不是被我吸引来的，而是在试探，谁愿意承接，谁会多撑一下。这个理解对我来说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它让我停止了一件事，停止用是不是我不好来解释所有的关系结果。我很清楚地想说一件事，反省自己没有错，调整自己的界限也很重要。但反省不是拿来否定自己的本质。你可以调整的是，你什么时候给多少，什么时候停。但你不需要因此否定你的善意，你的真诚，你愿意相信人的能力。后来我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让我慢慢安定下来。我不是因为贪才遇到这些人，我是因为曾经相信，而现在我学会先相信自己。现在的我不再一直问自己，是不是我哪里不够好？我比较常问的是，我有没有好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？如果你也正在某个阶段开始看清一些人，却同时怀疑起自己，我想跟你说，会这样问的人，通常不是坏人。你只是走到了一个不再勉强自己的地方。谢谢你听我说到这里，也谢谢你愿意对自己诚实。